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我发现我一直在做一些比较严肃的主题，因此今天我想做一个比较轻松的主题，供大家参考。我今天想做的主题是：我应该去哪里发展比较好？我给大家提供了4组选择，就是屏幕上的这4幅画，请大家通过第一直觉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关于这里的去哪里发展比较好，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会用易经的卦象来帮助大家分析东南西北4个方位的发展方向，以及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和机遇。我的老观众们应该都知道，我是不太支持宿命论的。我觉得事在人为，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顺势而为。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急流勇进，逆流而上，但顺势而为相对来讲就是会有更多的机遇，而且相对会比较轻松一些。然后关于这里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也是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你长居的位置而言的。所以假设你在新加坡长居，那么新加坡以北对于你来说都是北方，而不是单纯依靠地理划分。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是住在比较偏中间的地方。还有这里的适合你也不是永久性的，因为命运的齿轮是一直在转动的，而不是朝一个方向不变的。所以请大家不要太紧张，放松心情，看看目前的自己与去哪个方向发展会更合拍，就是说你的磁场会和那个方位要更合拍。最后如果想要更精确的解读，欢迎大家与我1对1占卜。好了，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就开始吧。如果还没有做好选择的话，可以先暂停视频哦。欢迎选择第1组，选择莫奈的睡莲这幅画作的人。我能感觉到你们这组人往往非常向往内心的平和与宁静。这幅作品所捕捉到的水面上的光影变化，传递出的就是一种静谧和谐的美感。我感觉你们还可能是深思熟虑、感性细腻的人，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因此你们中可能有很多人是 INFJ， 理想主义且深思熟虑，喜欢静谧的环境，然后喜欢沉思和感受世界。ISFP， 感性且具有丰富的艺术细胞，喜欢通过艺术表达和感受情感。然后还有 INFP， 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容易被美丽的景色和艺术作品所打动。ISFJ， 注重安稳和和平的生活方式，喜欢在宁静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公屏上打1或者留言哦。OK， 现在我们来看你们抽到的卦象。我会先从东方开始分析。首先，震卦代表着东方，关键词是变动。震卦象征着雷声和震动，你可以把这里的雷声想象成是春雷，春雷响而万物复苏，代表突然的变动和惊醒。因此如果选择东方，意味着你可能会面临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许会打破现有的平静，但也能激发你的潜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比如在职业或学业生涯中，如果选择东方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机会或挑战，比如意外的发现你好像特别适合某一个你从未设想过要去做的一个学习的专业之类的，或是一个新的项目和职位，因此你会需要迅速去做出反应和决策，才能在东方，就是说继续过关斩将。然后这种震动还给你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和机遇。你要做的就是在动荡中找到前进的方向。我还看到有一些人经历一些家庭和感情上的变动，这些更像是你生活总体发生变化的产物。比如你到了东方之后，会结交到一群新的朋友，或者进入一个新的社交圈之类的。比如你可能突然之间跟你以前不怎么一起玩的人又联系上了，也有可能。总而言之，所有以上的事件虽然给你带来了挑战，但是也是让你重新去审视自己的生活和目标，激发出新的生活动力的一些机会。然后你需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些变化，才可以抓住机会，然后正确的迎接新的开始。然后卜卦代表着南方，卜卦宛若一阵山风，这里的关键词就是革新。然后这个卦象其实是提醒你，如果选择南方的话，你会需要面对旧有的问题，然后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革新，以便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比如你可能会发现，你去了南方发展之后，遇到的问题和原来的几乎一样，因此你需要通过系统的分析和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再换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你需要的是停下脚步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换环境来麻痹自己。你对生活、工作或学业的不满，可能不会因为你换一个地方就自动消失，而是需要你做出变革。比如我看到有些人家庭关系紧张，或者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所以卦象建议大家要通过积极的调整和改变来克服这些障碍，走向更健康和谐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能感受到卦象对大家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请大家也不要害怕。下一个是西方，你抽到的是渐卦，关键词是循序渐进的进步。因此选择西方意味着你可能会经历一个稳步发展的过程，一步一步循序渐进，逐渐看到成果。例如在工作中，你可能会参与一个长期的项目，这个项目可能会与你以前做过的项目相比，需要更多的耐心，然后更多的努力。不过呢，虽然进度可能有点缓慢，但是你还是会逐渐看到成果的。比如你的职位还是会晋升，或者你那个项目还是会成功。然后在生活中，渐卦意味着你需要一步步的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通过持续的学习还有锻炼来提升自己的技能还有健康。然后人际关系方面，渐卦表明你可能会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或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牢固和有价值。所以这一边强调的就是稳定和持续的努力，然后最终一定会迎来丰硕的收获。所以总体来看，西方对于追求稳定的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后横卦代表着北方，这里的关键词是坚持，跟选择西方有点像。选择北方意味着你将面临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在事业上，你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的项目，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学习，还有坚持，然后你最后呢，就是会有所成就。
然后在事业上和学业上这边还有都提到，就是你可能要改掉临时抱佛脚的习惯，因为选择北方的话，你真的会需要长期投入，你才能有可能会获得你比较满意的成就或者成绩这样。然后在个人生活中，横卦其实意味着你需要长期的去关注和维护自己的健康，还有家庭关系。通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不会完全的去改变你以前面临的一些困难的。然后在你个人关系方面，横卦表明你可能在北方会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固而且持久的关系，这些关系将在未来成为你生活中可靠的支持还有信任来源。所以我觉得北方总体也挺不错的，只是会需要大家花比较多的耐心。总结一下，就是通过对这4个方位的卦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方位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潜在的发展方向。所以我想请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位，并根据时机和环境不断调整方位，才能在变化中找到稳定和发展。记住，追求天时地利人和才是我们的目标。然后方位的适宜性呢，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在选择去哪里发展时，也不要想太多。你们只要记得多多关注我的频道，我会给大家持续更新，帮助大家检测和给予建议的。最后，感谢大家花时间看完我的分析，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聊。欢迎第2组选择梵高的星空这幅画作的人。我能感觉到你们这组人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激情与创意。这幅画所捕捉到的夜空那种旋转的动感，传递出来的是一种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的美感。我感觉你们还可能是充满想象力的人，然后非常有创造力，对周围环境的独特性和神秘性都特别的感兴趣，而且很敏感。所以我觉得你们中应该有很多人是 ENFP， 或者是 ENTP、INTP， 或者是 INFP。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公屏上打1或留言哦。现在我们来看你们的卦象，我会先从东方开始分析。乾卦代表着东方，关键词是团结。乾卦象征着合作与共识，意味着你们需要通过团结他人来达到目标。所以选择东方的话，意味着你可能需要通过团队的力量，或者与志同道合的人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不是一个单打独斗就可以成功的状况。你会发现，在职业或学习生涯中，团队合作和沟通变得都特别重要。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需要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的项目，然后呢，这会要求你发挥出非常出色的领导能力，还有协调能力，然后要跟团队成员都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互相支持，共同面对挑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丰硕的果实。此外，在个人生活中，你可能会体验到团队活动或社会互动的重要性，然后通过参加社交活动或社区的项目，你就能结识到更多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分享和成长。所以，东方的选择带来的不仅是团队合作的机遇，也是你个人能力还有社交技能的提升，特别适合比较稍微外向一点的朋友们。然后震卦代表的就是南方，关键词是变动。震卦象征着雷声和震动，你可以把这里的雷声想象成就是春天的春雷，春雷响，然后万物就复苏了，所以代表的是变动和惊醒。
所以如果你们选择了南方，那就意味着你们会面对到一些比较突如其来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许会打破现有的平静，然后呢，以此来激发你们的潜能，带来前所未有的进展。比如在职业或学业生涯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机会或挑战，比如意外发现你很适合某一个你从未想要去学习的专业，或者一个新的项目或职位，因此需要迅速做出反应和决策。这种震动一定给你带来的是新的视角和机遇，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在动荡中找到前进的方向。我还看到有一些人会需要经历家庭和感情上面的一些变动吧，不过我觉得这些更像是你生活总体发生变动之后而产生的一些副产物，比如结交到一群新的朋友，进入一个新的社交圈，或是换了一个对象之类的。总而言之，所有以上的事情虽然都会带来挑战，但也会给你机会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目标，从此而激发出新的生活动力。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东方的话，你就必须勇敢的去面对这些变化，抓住机会，迎接新的开始。然后易卦代表着西方，关键词是增长。易卦所象征的那种利益上的增长，是通过努力和奉献所获得的。所以如果选择西方的话，意味着你会经历一个知识积累还有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要逐步看到成果。比如在工作中，你可能就会参与到一个比较长期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就会需要比较多的耐心，然后投入比较多的努力才能够有成效。不过呢，虽然进展很缓慢，但是你接下来的晋升，或者说你这个项目的成功，一定是有保障的。易卦呢，也是暗示你需要不断的去学习，还有提升自己，然后通过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来增加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诚恳的一个建议吧。然后在个人生活中，你可以通过持续的努力和投入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关于人际关系呢，易卦表明你会逐步建立起比较深厚的友谊或合作关系，然后这些在西方所建立的关系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牢固，而且对于你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在西方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的贵人，所以我觉得这边总体就是强调你要去投入，然后呢要不断的去沉淀，然后呢再从这些沉淀的过程中去成长。所以我觉得去西方对于那些追求不断的个人进步，或者说对自己一直不是很满意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这里的不满意也是相对的，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就是说督促自己去成长的一个决心，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而变得过激。然后最后的话，豫卦代表着北方，关键词是欢乐。豫卦象征着愉悦和满足，意味着通过享受生活的乐趣，你最终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还有幸福。所以我觉得意味着你会面临一个需要关注生活品质还有内心满足的那种过程。就是说在事业上你会更加去寻求一些能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的工作，在学业上也是。所以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如果你们选择北方的话，仿佛就是会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水平，然后呢不会一味的追求进步而去特别拼搏之类的。但是这里也有就是提到说，如果你想要达到一个这样子内心幸福满足的状态，你也是需要去努力，就是那种长期的投入，才能让你真的就是获得一种生活上的满足感，而不是说真的就是整个躺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还蛮有意思的。对，北方这个选择强调的是通过享受生活和追求内心的满足来达到一种非常平衡的状态。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每一个方位其实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还有潜在的发展方向吧。所以我想请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来选择出真正适合自己的方位，并根据时机和环境不断调整方向，才能在变化中找到稳定和发展。追求天时、地利、人和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有，方位的适宜性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在选择去哪里发展时，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多想，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好了。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频道，我会给大家持续更新，帮助大家检测和给予建议。然后感谢大家花时间看完我的分析，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聊。欢迎第三组选择克里姆特的《吻》这幅画作的人。我能感觉到你们这组人往往非常注重情感的表达与感知。这幅作品捕捉了爱侣之间亲密无间的瞬间，传达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深沉的爱意。我能感觉到你们还可能是特别充满激情，然后感情比较细腻的一群人，对情感和美有比较敏锐的触觉。所以我觉得你们中很多应该是 ENFJ、ESFJ、ISFP 还有 INFJ。 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公屏上打1或者留言哦。现在我们来看你们抽到的卦象，我会从东方先开始分析。玉卦呢，就是代表着东方，关键词就是欢乐。玉卦象征着愉悦和满足，通常意味着你们能通过享受生活的乐趣来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所以这边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去东方的话，就是说你能有机会去真的找一份能够给你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的工作，然后通过你的热爱和激情来投入你的工作，最后呢，再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价值。比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某个充满创意还有乐趣的项目中如鱼得水，然后通过你的创造力还有你的热情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在学业上呢，你也有可能会有机会选择到一门你真的非常感兴趣的学科，所以说就会投入更多的时间还有精力去研究和探索，并从中获得满足感还有成就感。所以在个人生活中，玉卦它其实就是想要提醒你们要关注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通过参与一些让自己愉悦的活动来提升生活质量。玉卦还表明你们可能会在东方建立起就是说更稳固而且持久的关系，这些关系最终可能就是会成为你们接下来在东方生活中可靠的支持和信任的来源。所以东方给你们带来的不仅是内心的满足，还有通过享受生活和追求兴趣所获得的成功。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完美了，就是说，然后既济卦代表的是南方，关键词是完成。既济卦象征的就是事情的完成和圆满，意味着通过努力和付出，你将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所以选择南方的话，意味着你目前可能就已经处在了一个即将完成的阶段，然后之前的努力和投入即将迎来成果，然后接下来这个成果很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你的职业或者说学业发展，或者就是生活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如有一些人呢，已经在一个领域已经深耕很多年了，所以他们一旦在南方获得了新的机会之后，就可以直接跳过缓慢的成长期，进入收获期。
然后在学业上的话，你在南方完成的研究或者说学位，将会给你带来比现在更多的机会还有选择，就是相当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然后在个人生活中的话，季季卦意味着你可能会实现一个长期以来的愿望。这里特别我想提到，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去完成一个比较重要的旅行，就是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旅行，或者你们可能会达到一个家庭的目标。所以虽然在南方，你通常会处于一个比较繁忙的状态之中吧，但是呢，你只要做到保持专注，还有坚定，然后呢，相信自己即将迎来圆满的成果，然后呢，再通过自己的努力之后，你就一定会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还有成就感。所以南方的选择带来的不仅是任务的完成，还有通过努力和付出所获得的那种满足感，就是圆满的成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南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观卦代表着西方，关键词是观察和反思。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你将在西方获得比较新的见解还有灵感。所以选择西方的话，就是说你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观察周围的环境和人群，并从中获得新的灵感和思路。所以我觉得你去西方可能会发现那里的文化或者说生活跟你现在的生活和文化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吧，应该是说。然后呢，在学业上的话，观卦也是表明是说你会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观察来获得新的知识和见解，然后呢，在你的研究上会带来比较新的一个突破吧，或者说在学业上就是会学到你曾经不曾设想自己会学或者说学会的东西。然后呢，在个人生活中，观卦意味着你会通过观察还有反思，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动机，并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你会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学会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或者说反思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的方法。所以，西方的选择带来的不仅是新的见解还有灵感，更重要的是你会通过这些观察还有反思，对整个世界或者是说人生都有一个新的见解吧，我觉得，所以还蛮神奇的，我觉得。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革卦，代表着北方，关键词就是变革。所以选择北方的话，意味着你需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变化还有挑战，通过变革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在职业上，你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重要的变革和调整，来适应新的环境和需求。这可能就意味着你会需要重新去定义自己的职业方向，或者说采取一些比较创新的策略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在学业上，革卦表明你需要通过变革和创新，找到新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所以我觉得这意味着就是说，如果你想去北方，你就要去打破自己比较传统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说思维惯性，然后呢，去探索一些比较新的领域。这样子做才能在生活、学业、事业上来达到一种突破，然后呢，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有幸福感。比如说，你可能会决定突然之间就是说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采取更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或者说你的居住环境会跟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子就是说不一定是特别大的变化，但是你总是会从生活的一些细节入手。所以选择北方的话，不仅仅是发展和机遇，我觉得更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变革、创新还有成长。所以对这个选项可能要留给那些更想要去就是说挑战自己的人。总结一下，就是通过对4个方位的卦象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每一个方向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还有潜在的发展方向。
我想请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位，并根据时机和环境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然后还有自己的定位。所以呢，就是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想太多，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方位的适宜性是一直处于在变动的周期之中的，你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会对未来的自己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定期给大家做检测，然后呢，给予大家一些建议。还有就是感谢大家花时间看完我的视频，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聊。欢迎第4组选择蒙克的《呐喊》这幅画的人。我能感觉到你们这组人往往比较敏感，而且情感非常丰富。这幅作品所捕捉到的那种深沉的情感和内心的挣扎，传递出的就是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吧。我觉得这组的人更多的就是一些对内心世界有着非常深刻理解的人，而且你们会比较容易受到情感的波动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你们中很多人可能就是 INFP、INFJ、ISFP， 还有 INTP。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公屏上打1或者留言哦。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抽到的卦象，我会从东方先开始分析。坎卦就代表着东方，关键词是挑战。坎卦象征着考验，意味着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艰难的处境和挑战。选择东方意味着你们将面对一些需要勇气和智慧才能克服的困难，比如在职业生涯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你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更复杂的问题或者项目，然后呢，会需要你去付出更多的努力还有智慧，才能去良好的解决。这可能是一个磨练你的能力和毅力的机会。通过面对和克服这些挑战，你一定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在学业上，坎卦表明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学业上的难题和压力，需要你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还有克服。这段时间可能会让你感到压力重重，但是你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然后在个人生活中的话，坎卦意味着你可能会经历一些情感上的波动或者困扰，需要你用冷静和理智去处理。通过面对这些挑战，你一定会学会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因此，东方的选择不仅是挑战和考验，还有通过克服困难所获得的那种非常珍贵的成长和进步的经历。然后履卦象征着南方，关键词是流动。履卦象征的就是旅行还有迁移，意味着你可能会经历一段比较动荡和变动的时期。选择南方的话，就意味着你将面临一段不断需要你去适应新环境和新情况的过程。比如在职业上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工作需要而频繁出差，或者需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团队。这段时间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出差和出去旅行的经历能给你带来的机会和成长，是所有其他的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机会都无法比拟的。然后在学业上的话，履卦就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有机会去国外学习，然后你就是可以接受到不同的文化和教育的洗礼，这将是一个开阔你眼界，然后增长机会的非常好的机会。然后在个人生活中，履卦意味着你可能会经历搬迁或者生活环境的改变，
所以你会需要适应你这个新生活的节奏还有环境。所以虽然这段时间你可能会感到不安，因为你会是一个更喜欢宅在家里的人，但是呢，你只要保持开放和灵活的心态，你一定会从这些变化中感受到新的乐趣，然后呢，挖掘新的机会。所以南方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流动还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通过适应这些变化来获得更加丰富的经验和非常宝贵的，就是不可多得的一些成长和工作的经验还有机会。然后最后就是魁卦，代表着西方，关键词是分歧。魁卦象征着分离和分歧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在西方比较容易遇到与他人意见不合或冲突的情况，所以如果你要选择西方，那你一定要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然后呢，要提前学会如何处理还有解决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矛盾。比如在职业上，你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与同事或者上司意见不一致的情况，然后呢，你就会非常频繁的需要去通过沟通和协调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在学业上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跟老师或者同学意见不太合的情况，所以我想请你一定要通过理性和开放的态度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如果你想要去西方的话，一定要先提前提升自己的社交还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当然啦，我觉得西方给你带来的这些冲击也好，分歧也好，最终呢都会内化成一个能力吧，就是处理人际关系、提升心理素质的能力，就看你要不要去做这样子。然后我忘了一张牌，就是北方，不好意思，景卦代表的就是北方，关键词是资源。景卦象征着那种资源根基，然后呢，意味着你需要通过利用你已有的资源和根基来发展和提升自己。所以选择北方的话，就是说你要更加注重对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这里不仅仅是说物质上的，也可以是说人际或者说各方面的资源。所以比如说在职业上，景卦就是说，如果在北方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去动用到你自己的人脉，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源，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发展。然后呢，这也可能就是说，你会需要更加注重去维护和加强自己与身边同事还有上司的一些关系和一些合作上的机会吧。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利用团队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不是叫你去阿谀奉承，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利用好你的团队，然后呢，利用你团队来帮你一起达到共赢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在个人生活中的话，景卦就是说你会需要去管理好自己家庭里的一些社会资源，就是说你家庭原有的这些社会资源如果非常深厚的话，那北方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子。所以北方不仅仅是考验你去如何合理利用自己已有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跟他人达成一种共赢的合作模式，而不是说单纯的利用别人。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这4个方位其实各有千秋，每个方位都有其非常独特的意义，还有潜在的发展方向。所以选择自己的方位，不仅仅要根据时机和环境来不断的做出调整，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做到，就是追求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顺势而为永远是比急流勇进要容易的很多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也不要想太多，因为方位的适宜性其实是永远在发生变化的，是一直处在一个动态的状态之中的。
所以对，就是大家就多多关注我的频道，然后呢，我会定期帮助大家检测，还有分析，然后呢，再给予一些建议的。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益吧。感谢大家花时间听我的分析，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